陈星旭说迪丽热巴拍萧启清嚷气场超强靠腿长秒认刘宇宁。由搜狐视频重磅打造的明星互动综艺《新同事》第236期于2025年11月27日正式上线。本期邀请到了中国内地男演员陈星旭参加虎场新同事的挑战。再次接受采访的他，热情地分享了热播剧萧启清嚷的台前幕后，不论是搭档迪丽热巴拍摄对手戏的日常点滴，还是出演苦瓜富二代的感悟体验，他都娓娓道来，热情分享。采访中，陈星旭大爆拍摄打戏内幕，赞美迪丽热巴气场强大。此外，陈星旭还接受了新同事节目组准备的各种考验。火眼金睛挑战中，陈星旭展示最强大脑，对主持人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轻松应对，丝毫没有压力。更多精彩请看新同事正片吧。你敢问我敢答。搜狐娱乐这次在剧中的背肌也狠狠震撼观众，形容一下自己的背肌。陈星旭因为这个是当时囚禁造型之后，所以需要有一点低体脂，但是又因为后期要有壮一点的状态，所以其实时间很短。如果能给我更长时间的话，可能体脂会更低一些。搜狐娱乐，大家都说陈星旭好多第一次给了萧启清嚷，比如第一次拍水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的体验吗？陈星旭不能叫第一次拍摄水戏，是第一次穿上这种游泳的水肺装备在水下拍摄，我觉得体验特别好。还有第一次脱了这么多衣服，还有第一次在现代戏中粘胡子笑。搜狐娱乐，严拓和的萧搏斗更多是以命搏命的状态，有看到你打戏的花絮里将拳头打到红肿，拍的时候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吗？陈星旭，我希望他展现的是拳拳到肉的这种状态，因为严拓不会什么武功，也不会飞，不能上威亚，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做一些这种比较格斗性的动作，呈现搏杀的这种状态。拳头很痛啊，我现在还没好，你看其实颜色是不太一样的。搜狐娱乐，严拓是苦瓜富二代，可以说是尾鱼最惨男主。拍摄这种复杂且具有挑战性角色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自己是如何克服的？陈星旭，严拓这个人物的心理过程，因为他在小说里或者改编的时候，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缺失的部分，所以我们尽量在影视化的过程中把它完善。搜狐娱乐，剧中与聂九罗的感情是互相救赎的关系，回忆一下哪个场景让你印象最深刻，最符合相互救赎的关系？陈星旭，我觉得就是聂九罗把严拓从地道里面救出来的那一场戏非常有救赎感，在那么绝望的时候，有一个人像一束光一样照在他的生活里和身上。搜狐娱乐，自己心中一言九鼎最好磕的点是什么？陈星旭，救赎。搜狐娱乐，严拓和聂九罗的打戏很出圈，第一次看到热巴打到满脸血字，有没有被震撼到？陈星旭，因为我们就工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战争啊或者打斗的，都是做好这个妆效的，但是我觉得真的那个感觉是很好的。搜狐娱乐，拍戏接触过程中有没有发现热巴反差的一面？陈星旭，她工作起来和生活中不太一样，生活中就是一个很喜欢搞怪的一个小女孩，爱搞抽象，但她工作的时候气场很强，很认真。搜狐娱乐，那你们有没有互相安利零四？陈星旭，有，因为我吃的就是健身的那种小零四，很低脂很低卡的那种，有点像糯米糍一样的抹茶糕点，但它非常低卡低脂，热巴也觉得挺好吃的。她的那个酸奶疙瘩她有安利给我，但我知道很酸，不敢尝试。搜狐娱乐，剧中有扛着热巴做俯卧撑的画面，很甜。你也说过热巴很轻，但你知不知道她很有力气，很有劲儿？陈星旭，她力气很大，这个我知道，但是她真的很轻。搜狐娱乐，地球超新鲜里你被称为是大家的团宠，你们小群里最近一次说话是在讨论什么呢？陈星旭，谁参加活动碰到了对方都会扔到群里面，
然后大家就展开一些激烈的想念。搜狐娱乐待播剧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这次和老友王玉雯搭档感受如何？陈星旭：很抽象，因为我们认识时间比较久嘛，所以工作起来沟通会比较简单。他的性格也非常的好，比较大大咧咧。在萧启清嚷中，迪丽热巴与陈星旭的 CP 之所以能迅速出圈，并非依赖传统意义上的甜宠叙事，而是建立在一种更成熟、更具张力的三重关系之上，同事是信任，角色是救赎，表演上的对位与拉扯。这类 CP 感恰恰是近年来观众最稀缺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高级形态。同事关系不是暧昧堆砌，而是职业安全感。从多次采访与花絮中可以看到，热巴与陈星旭在片场首先建立的是一种高度专业的同事关系。陈星旭反复提到，迪丽热巴在工作状态下气场很强，非常认真，尤其在打戏、情绪戏中，她的专注度会自然形成一种压迫感。这种压迫感并非针对对手演员，而是一种让对方被迫进入角色的专业张力。正因如此，两人在大量高危动作戏、近身搏斗戏中，才能形成稳定的表演节奏。CP 感的第一层，并不是心动，而是信任。我知道你不会掉戏，不会失控，不会让我孤立无援。这种拍戏安全感，是所有强 CP 的底座，却很少被流量话术提及。救赎结构不是互宠，而是互为出口。在角色层面，聂九罗与严拓的关系本质并非爱情主导，而是双向救赎。严拓是被命运反复碾压的普通人，他的脆弱来自无力感，而聂九罗的冷硬则源于长期独行的生存方式。两人之间的情感推进，并非靠台词告白，而是通过动作、眼神与选择完成。这一点在表演上被两位演员极为克制地呈现出来。热巴的表演是外冷内松，她的每一次靠近都带着犹疑，却从不退缩。陈星旭的表演是外硬内塌，他在聂九罗面前允许自己暴露脆弱。当强者愿意停下脚步，弱者敢于伸手求救， CP 关系自然成立。这种结构比单纯的甜更有重量，也更符合成年观众的情感经验。对戏关系一刚一柔，一进一退。真正让热巴乘以陈星旭 CP 成立的关键，在于对戏层面的精准互补。迪丽热巴在萧启清嚷中采用的是明显的控制型表演，她的情绪不外放，而是压在肢体、停顿和目光里。而陈星旭则承担了更多情绪显性输出的部分，他的疼痛、挣扎、崩溃都是外显的。这种表演分工，使得两人站在同一画面中时，永远存在张力差。他稳，他乱，他像锚点，他像浪潮。CP 感正是从这种不对称中诞生的。观众并不是在磕糖，而是在观看一场持续的情绪博弈。结语：这是演员型 CP， 不是流量型 CP。热巴乘以陈星旭的 CP 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建立在演员意识之上，而非粉丝想象之中。他们不靠即兴暧昧，不靠营业互动，而是用角色逻辑、表演密度与职业默契，完成了一次高度可信的情感建构。这类 CP 或许不会天天霸榜热搜，但它耐看、可复盘、有余味。在当下娱乐工业中，这种以对戏为核心的 CP 本身就是一种稀缺价值。萧启清嚷迪丽热巴陈星旭做腿吻被热议，性张力教科书。最近，迪丽热巴与陈星旭在萧启清嚷中的做腿吻顺利引发热议。做腿吻出自奇幻悬疑剧《萧启清嚷》，是剧中聂九罗迪丽热巴是与严拓陈星旭是情感转折的关键场景。动作设计为女主角跨坐于男主角腿上亲吻，配合披外套、捧脸等细节，营造出禁欲系 CP 的强烈氛围。该片段在2025年11月18日发布的制作特辑中首次曝光，单日话题阅读量破亿，被观众称为内娱吻戏新高度。
两人角色从敌对走向信任。聂九罗是表面清冷雕塑家，实为风刀传人的猎枭者；严拓则是隐忍复仇的贵公子。吻戏基于生死合作中的情感爆发，呼应成年人势均力敌的爱情设定。陈星旭为角色减重15斤，吻戏力度与眼神戏或凭性张力教科书。而迪丽热巴90%打戏亲自完成，吻戏中冷艳与脆弱感并存。花絮显示，二人拍摄亲密戏份自然无尴尬，被俯卧撑吻戏一次通过。除做腿吻外，剧中还有俯卧撑吻、抱头吻等高甜片段，被观众誉为反工业糖精典范。做腿吻并非噱头，而是成熟叙事下的情感必然。每当一部剧出现讨论度极高的亲密戏码，总会有人下意识地给出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靠吻戏博眼球。萧启清壤中聂九罗与严拓的做腿吻亦未能幸免，但若仅以这一标签概括整部作品及迪丽热巴的表演，未免失之偏颇，甚至忽略了影视创作最基本的叙事逻辑。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这场吻戏并非脱离剧情的孤立存在，它并不是人物初识后的情绪失控，更不是刻意插入的感官刺激，而是建立在长时间的生死并肩、互相试探与信任累积之上。从最初的敌对、防备，到并肩作战、彼此救赎，情感在高压环境中持续发酵，最终在这一节点集中爆发。这样的情感推进本身符合成年人关系的真实节奏，而非工业糖精式的速成爱情。其次，从表演层面来看，这场戏真正被观众反复讨论的，并不是吻本身，而是其中呈现出的性张力与人物关系结构。所谓性张力，并非裸露或挑逗，而是一种建立在对等关系之上的心理拉扯。迪丽热巴饰演的聂九罗在这一刻依旧保有角色一贯的冷静与主导气场，亲密却不失控制。他的眼神、肢体停顿和呼吸节奏都服务于角色的内心状态，而非单纯迎合观众的感官期待。这恰恰说明，该场戏的核心是人物，而非噱头。再从整部剧的结构来看，萧启清壤是一部以动作、悬疑和人物命运为主线的作品。高密度的打戏、复杂的世界观设定，以及角色心理创伤的层层展开，才是叙事主体。迪丽热巴在剧中完成了大量高风险动作戏，90%以上亲自上阵，角色始终处于高压、生死边缘的状态。若真如部分声音所言，靠一场吻戏撑热度，那么此前数集对人物性格的铺垫、对情绪张力的积累，显然都不必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观众之所以对这场戏产生强烈反应，恰恰源于其稀缺性。在长期被模板化恋爱戏包围的市场环境中，一种基于势均力敌、成年人情感博弈的亲密表达，反而显得难得。这不是创作者走捷径，而是对类型剧表达边界的一次正常探索。而迪丽热巴在其中所展现的，是对角色气质和情绪尺度的精准把控，而非对热度公式的依赖。最后，将一位演员的努力与突破简化为靠吻戏博关注，本身就是对表演劳动的不尊重。迪丽热巴近年来不断尝试跳出既有形象，从利剑玫瑰到萧启清壤，她所追求的是角色复杂度与表达强度的提升。亲密戏只是其中的一环，而非全部。真正让角色成立的，是他在大量非语言场景中的情绪承载能力，是在动作、对峙与沉默中依然成立的人物存在感。综上所述，做腿吻之所以被讨论，不是因为它低级或取巧，而是因为它建立在完整人物关系与成熟叙事之上。将其简单归类为博眼球，既低估了观众的判断力，也抹杀了演员与创作者的专业付出。真正成熟的市场，理应允许情感表达的多样性，也应给予认真表演应有的尊重。迪丽热巴为萧启清壤2次学游泳，与陈星旭还原双 A 名场面。11月25日，奇幻爱情剧萧启清壤在北京举办追剧团活动，主演迪丽热巴、陈星旭、张丽齐聚现场，为新剧宣传造势。
活动现场，3位主演的造型格外吸睛。迪丽热巴身穿一袭黑色拼接连衣裙，搭配金色复古首饰，飒爽美丽。陈星旭则以一身黑色西服套装亮相，尽显绅士帅气。张丽同样选择了黑色系裙装，优压知性。互动环节，3位主演共同演绎了热门手势舞，点燃现场气氛。迪丽热巴与陈星旭还原了剧中擦肩而过的经典场面，双 A 气场全开，张力十足。在恐怖箱挑战的游戏中，迪丽热巴直接伸手探入，大胆表现引发观众惊呼。自我介绍时，陈星旭手持黑卡幽默表示可以把大家都招进公司。当被问到能否只领工资不干活时，迪丽热巴机智接梗：“你们想的比的肖还美。”逗趣对话笑翻全场。萧启清嚷中，迪丽热巴饰演的聂九罗有下水戏份，她透露自己上次下水游泳大概是18年的事情，这次是为了角色克服对水的恐惧2次学游泳，还称赞导演和剧组在片场的保护做得很好。如果说荧幕上的 CP 感需要表演完成，那么戏外的 CP 信服力则必须由真实互动加专业态度共同构建。近日萧启清嚷北京追剧团活动释放的信息，恰恰成为热巴乘以陈星旭 CP 链条中极具说服力的一环。首先，宣传现场并非简单的营业配合，而是对剧中双 A 关系的一次自然延展。活动中，迪丽热巴与陈星旭还原擦肩而过的名场面，没有刻意亲昵，却张力十足。这种不依赖肢体粘连，而是靠气场对峙完成的互动方式，本身就与剧中势均力敌、彼此警惕又相互吸引的人物关系高度一致。这类低糖高压的呈现，恰恰是当下观众对成熟 CP 的核心期待。其次，现场互动中两人的语言节奏与反应速度，进一步强化了对戏型 CP 的成立基础。陈星旭抛梗，迪丽热巴迅速接住，既不抢戏，也不降维玩闹，形成一种同频但克制的交流状态。这种默契并非刻意表演，更像是长期对手戏磨合后的自然外溢，反而比直白营业更具说服力。更关键的是，文章提到迪丽热巴为角色2次学习游泳的细节，为 CP 叙事补上了专业共振的一环。萧启清嚷中，聂九罗与严拓的情感基础并非甜宠，而是在高风险行动中建立的信任关系。演员层面，热巴主动克服对水的恐惧，陈星旭在高强度动作戏中持续投入，这种对角色的共同承担，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只停留在情绪表达，而具备真实重量。观众感知到的 CP 感，正是来源于这种并肩完成任务的真实感。从传播角度看，这类宣传物料的价值，并不在于制造暧昧话题，而在于不断为 CP 关系补充合理性证据，气场匹配，对戏成立，工作态度一致。也正因如此，热巴乘以陈星旭的讨论热度更多集中在成年人爱情双强互救上，而非流于空洞的甜点拼接。可以说，这场活动并没有刻意抬 CP， 却在无形中完成了 CP 势能的再次放大，因为它让观众看到，这对组合的吸引力并非源于单一名场面，而是从戏内到戏外，始终维持着统一而稳定的逻辑闭环。在当前内娱 CP 普遍依赖话题刺激的环境下，热巴乘以陈星旭反而以克制、专业和高度一致性，走出了一条更耐消耗的路线。这或许正是萧启清嚷 CP 讨论持续升温的根本原因。迪丽热巴火到非洲课堂，名字一出全场沸腾，粉丝土味应援安排。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乌干达的一间教室里发生了一次意外的课堂互动，给人们带来了对文化交流全新认识的机会。李沙民子老师正打算给学生们介绍中国姓名的多样性，然而他提到的名字迪丽热巴却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向更广阔世界的窗户。他那句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特别的中国女星，瞬间改变了教室的气氛。黑板上用粉笔写下的名字仿佛在发光，学生们的眼中充满了期待与兴奋。
当李老师的话语逐渐清晰，课堂上的其他声音也慢慢消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每一句话上。提到迪丽热巴后，原本安静的课堂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学生们纷纷用流利的中文表达自己对这位明星的喜爱，齐声说出“我喜欢他”时，声音如潮水般涌来。这个反应不仅让李莎敏子老师感到惊讶，也让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学生们对一个明星的崇拜，更是跨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学生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迪丽热巴的热爱，甚至有同学带着幽默感说：“我在非洲很爱巴。”这种自信与直接的表达让整个教室充满了欢笑。仔细思考其中的原因，迪丽热巴的魅力与她个人的成就密不可分。她参演的电视剧在非洲播放，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女演员。她不仅凭借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而且通过多样化的角色塑造，让大家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这个过程中，迪丽热巴无形中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使者，架起了一座连接中非两国的桥梁。在这堂课上，李莎敏子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他通过介绍迪丽热巴的名字，引导学生们探索中国姓名背后的文化故事，并激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教室里充满了对新知识的渴望，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尽力用有限的中文与老师交流。这种探索精神展现了文化的魅力，它在于分享与传承。而这一切也不仅仅是一个课堂中的小插曲，更是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融合的缩影。如今，明星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社交媒体的普及让文化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广泛。通过屏幕，迪丽热巴不仅仅是一个演员，她成了连接世界各地的桥梁，带领成千上万的人走进中国文化的殿堂。学生们的热烈反应引发了人们对粉丝文化的深思。如今，粉丝的角色早已不再只是简单的追随者，他们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作为迪丽热巴的粉丝，他们不仅在国内积极参与她的支持活动，甚至延伸到国外，形成了一种跨国界的支持和互动。这种文化跨越让人感受到明星的全球影响力，同时也为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迪丽热巴的成功也为其他中国艺人提供了启示。随着中国影视作品逐步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演员开始关注国际市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早已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全球的观众也在期待他们的声音与故事。这种转变表明，中国文化正在全球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课堂上的这一幕不仅展示了文化交流的乐趣，也让人们思考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随着各国文化的不断交融，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必须并行，只有这样，每种文化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活力。通过这一事件，李莎敏子和她的学生们不仅学到了中文姓名的构成，更深刻感受到了文化交流的魅力。课堂上，知识的传递与文化的碰撞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一种连接感，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大家都在为增进相互理解而努力。这种体验不仅让人愉悦，还激发了他们对新知识的探索欲望。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有更多类似的课堂互动出现在世界的不同角落。每当一个名字被提起，文化的桥梁就会被架设起来，连接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明星的影响力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值得每个人关注与深思。随着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每一个追星的瞬间都会变得更加珍贵。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迪丽热巴与她在非洲的粉丝之间，会有更多动人的故事发生，而这些故事又将如何影响更多的人，值得我们期待与探索。文化的传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互动与理解，才显得更加生动与深刻。
从非洲课堂沸腾看迪丽热巴，所谓只靠营销，站得住脚吗？在娱乐舆论场中，关于迪丽热巴只靠营销走红的质疑并不新鲜。但当她的名字出现在乌干达的一间普通教室里，并引发学生集体用中文表达喜爱时，这种质疑本身恰恰显得过于单薄，甚至站不住脚。需要首先厘清一个逻辑：营销可以制造曝光，却无法制造认同；可以推送名字，却无法激发情感共鸣。而非洲课堂中那一声声自发的"我喜欢他"，显然不属于任何商业营销的射程之内。营销无法跨越的是文化接受度。从传播学角度看，明星影响力的层级大致可分为3层：曝光、熟知、认同。营销只能完成第1层，而后2层必须依赖作品、形象与长期积累。迪丽热巴在非洲的被认知，并非源于某一次海外推广，而是源于她参与的影视作品在当地的实际播放与传播。学生们能准确叫出她的名字，能用中文表达喜爱，说明她并非停留在脸熟，而是进入了被记住、被区分、被喜欢的阶段。如果只是营销产物，那么这种认同理应止步于中文互联网，而不会自然延伸到另一种文化语境之中。名字被记住本身就是国际影响力的指标。在跨文化研究中，有一个重要指标叫做可识别性 （recognizability）， 即一个文化符号是否能在异文化环境中被迅速识别并产生情绪反应。迪丽热巴的名字具备高度识别性，她的形象承载了东方审美与异域气质的双重特征。她塑造的角色通过电视剧这一大众媒介，完成了情感层面的输出。这不是粉圈自嗨，而是真实发生在异国课堂中的文化反馈。这种反馈恰恰是学界最看重的自然传播样本。从明星到文化载体的转变。如果说营销塑造的是明星，那么真正的国际影响力塑造的是文化载体。在课堂事件中，迪丽热巴不再只是一个演员的名字，而成为中国影视作品的代表符号，中国当代审美的可感知形象，学生理解中国文化的入口之一。教师以它为例讲解中国姓名结构，本身就说明它已具备被用于文化教学的公共属性。这一步远远超出了娱乐工业的范畴。只靠营销的说法忽视了时间维度。学术研究中有一个基本前提，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必须区分。迪丽热巴的走红并非一夜成名，而是横跨10余年的持续输出。从电视剧角色到综艺曝光，从国内观众到海外受众，它的影响力呈现出明显的时间累积曲线。如果只是营销推动，那么热度理应随资本转移而迅速消散。但事实是，他的名字反而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不断被重新发现。结语：非洲课堂的沸腾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娱乐花边，而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场景。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国际影响力不是被推出来的，而是被接住的。迪丽热巴之所以能够跨越语言、地域与文化，被异国学生自然接受，正是因为她早已超越营销明星的阶段，成为一种可被感知、被讨论、被喜爱的中国文化符号。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所谓只靠营销的指控，反而显得过于简化，也过于轻率。迪丽热巴7登迪奥开年风，顶流时尚感直接焊死在身上。内娱开年时尚圈的王闸非迪丽热巴莫属。迪丽热巴迪奥开年首风一冲上热搜，网友直接集体瞳孔地震，这哪是拍杂志，分明是把高定秀场搬进了镜头里。作为迪奥全球品牌大使，热巴这次已经是第7次解锁单人封面，7度登峰的战绩，在顶流里也是独一份的卷王水准。这次的造型真的美到失语。一身最新黑白套装惊艳亮相，经典的 bar jacket 被设计师玩出了新花样，裙摆像绽放的花瓣一样勾勒出柔美线条，腰间的大蝴蝶结直接把浪漫气场拉满，
经典与创新的平衡感被他拿捏得死死的。有网友调侃，别人穿高定是驾驭服装，热巴穿高定是服装被他驯服，这就是行走的衣架天花板吧。双引号。更绝的是他的时尚进阶路，从第一次登峰的青涩探索到现在的从容驾驭，7次封面直接见证了什么叫顶流的自我升级。他自带的东方浓颜撞上迪奥的法式优雅，简直是天作之合。网友锐评，这哪是简单的穿搭，明明是东西方美学的双向奔赴。就连之前和金智秀的同款高定撞衫，热巴也靠大漠神女的独特气场穿出了专属风格，同款不同运的名场面直接让时尚圈夸疯。顶流的带货力更是从不让人失望，封面一曝光，迪奥相关单品搜索量直接暴涨300%，电子刊预售半小时就狂卖35万册，刷新年度纪录。网友笑称，热巴这张脸就是行走的剁手开关，钱包根本扛不住。但亮眼成绩背后全是敬业，据说拍摄时哪怕冻到鼻尖通红，她也能1秒进入状态。镜头前的冷艳女王，私下靠牛肉干补能量，这种反差萌直接戳中笑点。7度登峰不是终点，而是顶流实力的又一次认证。热巴用实际行动证明，顶流的锋芒从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在时尚舞台上持续发光的底气。看完这组大片，谁不说一句内娱时尚天花板，还得看迪丽热巴。近期，随着迪丽热巴第7次登上 Dior 开年封面，一种老调重弹的质疑再次出现，她不过是被 Dior 硬捧。这种说法看似理性，实则经不起推敲，既忽视了时尚产业的运行逻辑，也低估了一位顶级艺人的综合实力。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时尚品牌从不做慈善。Dior 作为100年奢侈品牌，其全球大使与封面选择始终以商业价值、审美适配度与公众影响力为核心标准。所谓硬捧，前提是艺人本身具备足够的市场回报能力，否则任何一次封面、任何一季代言都会直接反噬品牌本身。从公开数据来看，迪丽热巴并非单项被选中，她每次 Dior 相关内容释出，均伴随着搜索量暴涨，单品迅速售罄，电子刊销量刷新纪录。这是一种典型的正向商业反馈，说明它并非依附品牌存在，而是在为品牌创造可量化价值。若只是被捧，这种长期稳定的转化率几乎不可能成立。其次，被捧轮刻意忽略了它的时尚成长轨迹。回看迪丽热巴早期的时尚表现，她并非一开始就站在顶点，而是经历了从尝试、磨合到风格成型的过程。7次单人封面本身就是一个时间轴，从早期略显青涩的探索，到如今对高定轮廓、结构、气场的成熟驾驭，这是审美理解力和镜头掌控力同步提升的结果，而非简单的资源堆砌。第三，真正被品牌长期选择的，从来不是脸，而是气质稳定性。奢侈品牌最忌讳风格不可控，迪丽热巴身上最突出的，并非单一美貌，而是高度可延展的视觉表现力。它既能承载 Dior 的法式克制，也能注入东方浓颜的张力，既可冷艳，也能柔韧。这种稳定输出，是它多次撞衫仍不被替代的根本原因。再者，只靠 Dior 这一说法，在事实层面站不住脚。在 Dior 之外，它同样频繁出现在一线时尚平台，拥有多个高端商业合作与稳定曝光。如果它的时尚价值只来源于单一品牌，那么这种跨平台认可不可能持续存在。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品牌选择艺人，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投资。Dior 愿意在同一位艺人身上反复下注，本身就是对其公众形象、职业稳定度与未来潜力的长期评估结果。这不是捧，而是信任。综上所述，把迪丽热巴的时尚成就简单归结为被 Dior 捧，既是对品牌判断力的低估，也是对艺人多年积累的忽视。在竞争激烈、更新极快的时尚产业里，
没有谁能被长期抬着走。能依在站上中心位置的，只有一个原因，他值得，也撑得住。与其说迪丽热巴被 Dyer 选择，不如说是双方在顶峰完成了一次持续而稳定的双向认可。萧启清壤由迪丽热巴饰演聂九罗绝美。聂九罗是电视剧《萧启清壤》中的女主角，由迪丽热巴饰演。她是刀家的唯一传人封刀，表面身份是雕塑艺术家，实际肩负对抗的萧的重任。角色背景设定为母亲被的萧杀害后寄人篱下的孤儿，性格坚韧独立。剧中她与男主角严拓联手对抗的萧势力，打戏均由迪丽热巴亲自完成，展现了出色的武术功底。原著中她最终死而复生，灵感爆发源于女娲庇佑的设定。从绝美到有骨，聂九罗如何打破只靠颜值的陈旧偏见？在萧启清壤中，迪丽热巴饰演的聂九罗被不少观众第一眼形容为绝美，但如果仅仅停留在美，那无疑是对这个角色，也对演员本身的一种低估。事实上，聂九罗是一个以功能性存在为核心的角色，他不是被凝视的对象，而是推动叙事、改变局势的人。这一点恰恰成为反驳迪丽热巴只靠脸的最佳例证。一、角色设定本身就拒绝花瓶化。聂九罗的身份是双重的，表面是冷静克制的雕塑艺术家，实际却是刀家唯一传人封刀，长期游走在危险边缘，对抗的萧势力。他的成长路径由创伤、责任与生存压力构成，这类角色天然排斥支脉美感的表演方式。如果演员只停留在外形呈现，这样的角色必然失真。而迪丽热巴的处理方式是收敛情绪，降低表演密度，用身体与行动完成塑造。二、90%动作戏亲自完成，是演技的一部分。很多人习惯将演技狭义理解为哭戏、台词爆发，但在当下类型剧中，身体控制、动作完成度、本能反应，同样是表演能力的重要组成。聂九罗的大量打戏由迪丽热巴亲自完成，动作干脆，没有刻意的展示感，发力点明确，符合角色受训背景。打斗中始终保持人物情绪逻辑，而非单纯炫技。这类表演并不讨巧，却极大增强了角色的可信度。所谓只漂亮，在这里反而成了最站不住脚的指控。三、美貌没有主导角色，反而被角色驯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萧启清壤中，迪丽热巴的外形优势并没有被无限放大，反而多次被压制在暗光、冷色调、血污与疲态之中。这说明什么？说明她不再依赖被看见的美，而是允许角色覆盖自身光环。聂九罗的美是危险的、克制的、带攻击性的，而非安全的、讨好的。这种美必须建立在表演稳定度之上，否则极易失衡。四、只靠脸的质疑正在被作品系统性消解。回看迪丽热巴近几年的角色轨迹，从甜宠到现实题材，再到如今的应湖奇幻，她所做的并非形象重复，而是风险递增的选择。聂九罗并不是一张容易赢好感的牌，却恰恰成为她突破刻板印象的重要节点。当一个演员开始被讨论角色完成度，而非好不好看，本身就是职业阶段跃迁的标志。美从来不是迪丽热巴的问题，也不是她的全部。在萧启清壤中，聂九罗证明了一点：真正站得住的演员，不是靠颜值被记住，而是靠角色留下来。而那些仍停留在只漂亮的评价，或许早已落后于她的成长速度。迪丽热巴红色吊带连衣裙穿搭惊艳杀疯了。迪丽热巴美神降临女明星。家人们，最近迪丽热巴又双若卓凭借一组红色吊带连衣裙的造型美出圈了。我刷到照片的那一刻，直接被狠狠惊艳到，感觉心脏都漏跳了一拍，忍不住要跟大家好好唠这绝美场面。先瞅瞅这裙子的颜色，那可是正到不能再正的大红色。这红色就像燃烧的火焰，热烈又张扬，充满了生命力。
它不像有些红色会显得俗气，迪丽热巴身上这条红裙的红，高级又大气，仿佛自带一种魔力，能把人的目光瞬间吸引过去。穿上这红色吊带裙的她，就像从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公主，又像是神话中降临人间的仙子，美得让人移不开眼。再瞧瞧这裙子的款式，吊带设计简直太绝了。细细的吊带搭在她那精致的肩膀上，完美地展现出她优美的肩颈线条。她的肩膀线条流畅又好看，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锁骨也清晰可见，就像精心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而且吊带的设计还增添了几分性感和妩媚，让她在优雅中又带着一丝小女人的韵味。裙子的裙摆设计也很有讲究，它不是那种紧紧包裹身体的款式，而是微微散开，形成一种自然的弧度。当迪丽热巴走动或者转身的时候，裙摆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朵，轻轻摇曳，灵动又飘逸。这裙摆的长度也恰到好处，刚好露出她纤细的小腿，让她的双腿看起来更加修长笔直。再搭配上一双精致的高跟鞋，整个人瞬间气场2.8米。迪丽热巴的妆容和发型也和这条红裙相得益彰，容精致又大气。眼妆部分用了一些金色的眼影来点缀，让她的眼睛看起来更加明亮有神，仿佛藏着星星。嘴唇涂上了鲜艳的红色口红，和裙子的颜色相呼应，更加凸显了她的气场。她的头发是大波浪卷，随意地披散在肩膀上，既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气息，又让她的整体造型更加完整。在活动现场，迪丽热巴一出现，整个现场都仿佛亮了起来，周围的人都被她的美丽所震撼，纷纷发出惊叹声。闪光灯不停地闪烁，记录下她这绝美的瞬间。她迈着自信的步伐，优雅地走在红毯上，每一步都像是走在时尚的 T 台上，散发着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她时而微笑，时而摆出优雅的姿势，那笑容甜美又迷人，让人感觉如沐春风。迪丽热巴这次的红色吊带连衣裙穿搭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她用自己的美丽和气质完美地诠释了这条红裙的魅力，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女明星风范。她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在娱乐圈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在娱乐圈高度同质化的视觉环境中，真正能够被反复讨论、持续出圈的造型，从来不只是漂亮那么简单。迪丽热巴此次以红色吊带连衣裙亮相，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表面看是一次成功的红毯造型，实则折射出她个人形象体系的进一步成熟与升级。红色一向是最考验女演员气质与掌控力的颜色，它张扬、直接，极具攻击性，稍有不慎便容易流于俗艳。但迪丽热巴的这次选择，并未依赖繁复设计或夸张装饰，而是以线条简洁、剪裁利落的吊带裙为核心，通过对肩颈线条、身形比例的自然呈现，完成了一次极具分寸感的视觉表达。这种克制中的张力，恰恰是成熟审美的重要标志。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未让造型喧宾夺主，而是让服装成为气质的延伸。红色不再只是视觉焦点，而成为强化人物气场的媒介。自信、从容、稳定，这种稳定感来源于他多年在公众视野中不断打磨出的个人形象认知。他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也知道如何让外界看到重点。从妆容与发型的整体搭配来看，这次造型并未追求过度年轻化或刻意性感，而是强调一种成熟女演员的光芒。大波浪发型与干净有力的妆面，使她在镜头前呈现出高度完成度的明星状态。这种完成度并非单靠外貌条件堆砌，而是对舞台、对镜头、对公众视线的充分尊重。事实上，迪丽热巴近年来在公众形象上的变化，与她在影视作品中的转型形成了清晰呼应。她不再被动地停留在红毯女王或颜值代表的标签之中，而是逐渐建立起一种可持续的明星表达方式，既保留辨识度，又不断更新气质内涵。这种更新
使它在时尚与影视两个领域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值得强调的是，真正的美出圈并非一时惊艳，而是具备可重复、可讨论、可延展的价值。迪丽热巴此次造型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传播，正是因为它契合了当下公众对女性明星形象的新期待，不仅要美，更要稳；不仅要吸睛，更要有审美立场。在流量更迭迅速的娱乐环境中，外形优势固然是入场券，但真正决定明星生命周期的是其是否具备形象管理与自我认知的能力。迪丽热巴正在用一次次高完成度的公开亮相，证明自己已不只是被看见，而是在主动塑造被如何看见。从红色吊带裙这一具体造型出发，我们看到的并非单一时刻的惊艳，而是一条清晰的形象进阶路径，从视觉焦点走向气质输出，从话题中心走向审美符号。这种转变正是迪丽热巴公众形象持续上升的关键所在。家人们，你们是不是也被迪丽热巴的这组造型美到了呢？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